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5月22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了啊！今天第3个训练日。昨天那位小伙伴，我节目里说了呀，我说对方全责。我看还有弹幕，在我说完这句话之后的10几秒出现。一般跑步其实大家还是就人没有想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的，那肯定是会小心谨慎的。但实话实说，像我这个时间早上起来跑，偶尔小的路口我就看看没有车我就过去了，是要多加小心。不过你说公园、田径场还是公路，应该跑哪儿呢？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，就是看你喜欢跑哪儿。不过如果就我说，对于马拉松、城市马拉松，普通人是要适当跑一跑公路的。但来这边这段时间，是一开始有些不适应，包括现在，你们看我跑这个路，除了公园里那边那条我总折返的路是柏油路，基本上这边的人行道，它这边是没有公路上的非机动车道上的，几乎没有，就是自行车也在这条路上骑，基本都是砖路，它跑起来不是那么舒服。有的时候偶尔，你们看地下这个蓝色的线，是因为这边这个路可能有时候不够宽，或者说满足不了。你看画了一个自行车的 logo， 是可以跑自行车的。有时候比方说拐过弯来，顺着这条路跑那么几十米、100-200米，觉得感觉可好了。我其实是个挺喜欢跑公路的性格，也是因为以前一直没有跑田径场的条件，就是去田径场太麻烦了。大阪这儿其实不如东京吧，就在田径场这方面，目前没有发现方便的。至于公园呢，其实我从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对公园的兴趣就一般，因为就是路面这边其实这种开放的公园，或者像国内奥森、朝阳公园这种还好，有的公园其实那个路它更那什么，有的还有那种石头子儿，就大石头子儿、雨花石那种。像我老说无锡马拉松最后跑着不开心，最后那一点就是进到那公园里以后，我不太喜欢那种蜿蜒曲折的那种小径，就总有小弯。不管在哪儿，只要您遵守规则，在哪儿跑我觉得都可以。像北京跑非机动车道是没问题的。像你们看我原来跑那个，我刚搬到郊区的时候很不适应，就是非机动车道跟机动车道中间没有隔离的，像原来在市区内都是分开的，就小心电动车，电动车真的挺可怕的。像现在天亮的早了还行，冬天的时候早上起来它又不开灯，有的就为了省电，然后还没声，而且那么早，可能他刚加完夜班，他走神儿。你相信我，没有人是故意去做坏事的，就是互相注意吧。今天我想在公园里那条路跑一个，那条路正好大概是1500，看看能多长时间跑完那条路，一会儿拍个第一视角。之后咱们闲聊2句。昨天刚比完赛，今天放松一下，是吧？说说公园啊、公路啊，还有田径场，我的一些观点，还有小经验。我一会儿准备半圈，到那边咱们这样跑到那头，就是不是转盘那头，然后咱们开始，一会儿我再开机啊。咱们一会儿就前面看见的最近的那个电线杆开始，我到远一点的电线杆掉头，然后一直跑到那边那个烘焙的那个面包房。
您看这公园里这条路是柏油路，材质还可以，但是其实跟公路的感觉会有一点点区别。这一会儿跑完咱们再说。一会儿拿高驰这边记一个圈儿。已经5公里多了，也算是热身开了。准备了啊，走。
到了，快到了。呵，还行哈，还表显示1分41，吓我一跳。它是最后那个几百米，就是摁了几圈，它每公里的计圈还是有的。我回去看看多少，一会儿贴屏幕上，应该都在330以内吧，至少平均在。行，慢跑一趟。今天穿的阿尔法 Fly， 这双鞋跑快跟跑慢是两种感觉。跑慢的时候会觉得底儿比 Vaporfly 或者其他的碳板鞋软，跑慢的时候会觉得鞋底儿更厚。跑快的时候呢，会觉得鞋底儿要比 Vaporfly 硬。然后也就感受不到厚度了。但是这双鞋其实不适合新手，因为鞋底感觉厚，必然伴随着是支撑和稳定性，你的至少稳定性要强。心率开始往下降了。其实这条路还好，你们看，时不时有辆机动车，有自行车。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为什么公园跑的少呢？也有另外一个原因。那个时候朝阳公园还要票呢，有个年卡，然后去跑，我就发现，在公园里虽然也是柏油路，甚至还有塑胶路，这跑得比马路上慢。当然现在不会了啊。后来我分析原因就是，在马路上你总能有目标，而且周围的东西都比你快，你不自觉的就快了。所以我从跑步一开始我就喜欢跑公路。田径场其实我跑的非常少，因为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啊，就不是大学啊，那个时候北京其实还不像现在这样。其实现在也很多学校受场地大小的限制，或者说空间大小的限制，真正有400米标准的塑胶跑道的学校不多的，所以我也没有养成跑田径场的习惯。到大学以后，大学那时候谁跑步啊，玩游戏。我大学赶上的是魔兽争霸第一个 WCG 的冠军，赶上的是魔兽世界的首发，都玩游戏了。刚才没电了啊。这3种地方，公园、公路和跑道，就是田径场，我觉得是有不同的用途的。像公园呢，其实比较适合几个人一起跑，比较安全，或者是说跑速度耐力，就是我说的行与步行之间的那种。其实我现在跑速度耐力差不多就是比刚才的那个配速慢5到10秒。这种呢，你容易走神儿，因为确实是精神上也紧张，身体上也就是在极限状态。我也跟大家分享过，我在公路上跑过，就最后特别后怕，跑完才反应过来，一个特大的路口都没看红绿灯，就完全忘了。所以速度耐力适合这种公园，都是蜿蜒小径的那种，差一点。像田径场就适合跑间歇，因为好记圈。比方说跑300米一组的，很多人跑300米一组，就是从100米的出发那儿出发，然后到对侧结束。结束之后呢，就走，不是走那最后那100米啊，就是横穿过田径场，就横穿过草坪，这样时间呢也正合适，马上就开始下一组。
田径场推荐大家这么试一试，或者测一测5000和10000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以马拉松为训练目标，公路跑是不能少的，而且公路跑应该占至少1半以上，因为我们还都是普通人，有一个适应和习惯。跑公路跟跑别的地方感觉不一样，前提就是您注意安全，而且跑多了，其实有经验了就会好。变道啊、转弯啊，打个手势，回头看一看后头，尽量找都是右转的路，在这边呢，尽量找都是左转的路。像北京还好，横平竖直，然后都是找右转的路，死路也很少。而且横平竖直有一个好处是不容易迷路。你刚来这边的时候很不习惯，2次左转就回到了原点。有时候莫名其妙，跑着跑着发现自己的方向完全不对了。所以这就是这3种场地我的看法啊，当然还是看您的条件。您比方说您是高校里的从业人员，或者说住在高校里，你有田径场的条件，那挺好的。其实最舒服的是什么呢？早上起来先出门，在公路上跑一跑，呵，还有老爷爷给右边的跑者鼓掌。跑一跑，跑个几公里、10几公里，像对我来说，然后回到家，去田径场冲几圈，然后回家，多棒！那差不多，我最后一趟就回家了，加油干！哎，5月22号星期一清晨6点36，训练结束啊，18公里，1小时22，平均配速4分34，心率149，功率210，步频200。今天不看平均数啊，因为今天冲刺了几组，那组就是大概1500吧，冲完以后又冲了2个1公里和1个500米，就都是在平均配速在330和329。看看刚才那单圈啊，因为我这边设的是1公里，1公里一个自动计圈，但是呢，刚才那个冲刺呢是1公里多，所以它被记成了2圈，从起表到停表。其中那个1公里的平均配速是3分26，之后的470米是3分35，等于整体的平均配速应该在3分30以内吧。也就是说，这几组基本上都在330以内，还可以。今天就不压速度了，今天把强度课放在今天，然后明天最后一个训练日，咱们回评论，然后轻松跑就好了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聊聊我对这3种跑步环境的看法。其实最不推荐的路是什么路呢？就这种砖路，不管是这种小砖还是那种大块的砖，不推荐砖路，因为砖路对身体的冲击会比较大。当然我现在这个能力了，问题不大，只是跑多了可能小腿跟踝关节会更疲劳一些。最推荐的其实是红土路，硬一点的红土路，但是这种其实很不常见的，而且跑多了鞋里容易进沙子，不舒服。就这种柏油路其实是最合适马拉松训练的，所以大家去公园也是，比方像北京奥森呀、朝阳公园这种啊，都挺不错的。朝阳公园就是有几个桥的上下坡，奥森也是，所以好多跑奥森跑长距离的去跑北园嘛。行吧，有田径场的小伙伴真是，就是如果住在田径场周围，真的是挺不错的。就试试我刚才那个办法，先在公路跑或者去公园跑长距离，跑完最后回到田径场冲2圈，挺棒。行，那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也恭喜昨天所有参加比赛的小伙伴们，我们加油干，迎接夏训了，加油干，咱明儿见。